找了全洛杉矶最便宜的几家米其林啊。这样子的分量40块，我觉得 OK 耶。哇，好嫩哦！鸡油跟汤汁混合，有点像那种浓的茶泡饭。真的很好吃，这个超级香的耶，它上面这个辣椒油超香的。大块肉，这个啊，这个先吃完再说。最近常常出国拍影片，如果你像一个专业人有事前做功课，就能够玩得开心又省钱。像是搭纽西兰航空，只要花50块就可以升级舱等服务，或是在美国只要花20块就可以吃米其林大餐。所以只要行程规划做得好，出国不用花大钱也能够提升旅行的品质。那像是订房、买机票之前，也可以用 Surfshark VPN 跳转你的 IP， 找到更便宜的房价票价。有些网站会根据你所在的地区消费习惯，偷偷调整价格，像是亚洲地区可能会被系统判定为高价区。只要你的 IP 在这个地区，就会被显示更高的房价票价。这个时候，只要用冲浪鲨鱼把台湾 IP 切换到其他国家，就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价格，用更便宜的价格订房订机票。用冲浪鲨鱼跳转 IP， 不只能够省钱，还可以解锁世界各地因为地区限制而没有办法使用的线上服务，像是 Netflix 其他国家的片单、YouTube 限定影片，或是特地国家才有的网站功能。遇到这些内容打不开的时候，只要有 Surfshark VPN， 马上就能够把你的网络位置跳转到其他国家。想看台湾没有推出的影集，或是出国的时候看台湾限定的电视电影都没问题。而且 Surfshark 在全球超过140个地区部署了超过4500台伺服器，不管你在哪里都能快速又自由的安全上网。最近还有一个新功能 ，Surfshark 推出了电子邮件诈骗检测器，它能够透过 AI 即时分析邮件跟连结，辨识出钓鱼还有诈骗的风险，让你收信更安心。只要订阅一个 Surfshark 账号，就能够在无限个装置上使用，同时在手机、笔电、平板还可以分享给家人一起用。如果你也想要更自由、更安全的使用网络，欢迎使用我的专属连结 surfshark.com/do瑞瑞，或者是可以直接使用优惠码 do瑞瑞。订阅 Surfshark 还可以额外获得4个月。所有的详细资讯我会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栏。Hello， 我是阿迪。我是奇哥。我们这次来美国要多拍一支影片，就是因为我有到处去探米其林的店。没错。所以来美国呢，我想说我们也可以拍同一个系列，但是我怕我破产。OK， 所以呢，找了我来。没有，不是，交给我。没有，我请你，都我请你。剪刀石头布。但是呢，我这次选的就是我找了全洛杉矶最便宜的几家米其林但还是米其林啊。但还是米其林。因为我就想说，我们昨天才刚被洛杉矶的物价震撼到。我吃了一个早餐 Continental Breakfast， 然后总共加上小费快要50美。今天我们吃的全部都是米其林，但是绝对没有到这么贵。我们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样貌，就是大家不要这么刻板印象，觉得说美国就一定是超贵，它还是有很便宜的东西，而且是米其林推荐的，而且可能很好吃。可是还是要跟观众讲，它的很便宜是用美国的物价很便宜，对，你不能用台湾的物价很便宜。对，因为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都要用美金来思考，我们就不要换算成台币，你就会觉得很便宜了。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要开箱的这几家餐厅会花多少钱。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那什么东西啊？快送车吗？那开车吗？有一个自己在动的机器人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到了餐厅，这一间是好像是秘鲁的料理，南美洲。OK。Pollo a la brasa，Pollo 这应该是那个鸡肉，是西文，所以应该是吃鸡肉的。这边感觉是一个还蛮 local 的店，它的菜单都是英文跟西文。它的菜单呢，基本上就是它的烤鸡。然后有可能1/4啊、1半啊，或者是整只。那我们就来点一个整只的鸡好了。这里它是秘鲁的料理。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便宜米其林。它这样子一整只鸡加上薯条加上沙拉加小费40，我还没办法 visualize 它多大吗？几人份？OK。对，如果它这个是4人份，那真的蛮便宜的。对啊。可是你说便宜吗？一个人还是要300块，所以你以台湾的物价来说，没有在美国对啦，美国10块钱可以吃什么？对，可是所以我才说你要拿美国的物价去来定义。可能在台湾，如果一餐300块，以一般上班族可能来说是蛮贵的。我们在等食物上来的时候，我先讲一个感想，就是以这边的内装啊，然后还有整体的环境，我会觉得感受不太到它是米其林的餐厅。对，
因为它的内装其实蛮简单的，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些涂鸦，蛮 LA downtown 的 feel。对 ，OK， 来了，全鸡，然后沙拉、薯条，哎，这样子的分量40块，我觉得 OK 耶，真的很多哎。如果这个是一个人买，我的话应该会吃到3餐哦，才真的会把它吃完。这个应该4个人吃可以。OK， 烤鸡的部分，它的薯条是这种粗粗的，然后没有到炸的非常非常脆，但应该会很好吃，有点像是那个 In-N-Out 的薯条。然后还有这个沙拉，它的酪梨很简单暴力，它连皮都没有，原型食物哎。等下阿力，我跟你讲，鸡腿一定要先给你。好，有点美。然后它还有这2个酱，这是酪梨吗？番茄酱，烤鸡。你入口的时候会觉得它就是正常的鸡肉，但它吃起来，你越嚼它越香。哇，好嫩哦！因为我很喜欢吃鸡皮，我涂那个香料，我觉得咬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味道，还蛮赞的。我只是觉得它的味道是有卤进去的，就是它那个酱汁的味道是有进去的，所以你在咬鸡肉的时候咬下去，它是有一个味道的。这个鸡配白饭很简单，就是一餐。它这里其实也有白饭，它的 side 可以是白饭。OK， 然后你是选沙拉。我觉得它有比一般的烤鸡好吃一点，但好像也没有到非常惊艳。好吃的烤鸡，然后比较有味道一点。吃看它这个是主要是鸡胸肉吧，会不会比较柴？很嫩，对，它是很嫩。以鸡胸肉来说，还是做的很好。它的鸡皮真的好好吃哦，因为它的鸡皮很好剥，一插一拉起来，整片就起来了。如果以烤鸡来说，满分10分，我会给它8分的。我觉得是有比 Costco 烤鸡好吃。我觉得比 Costco 好吃。应该说，我觉得它的新香料比较特别，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店内的环境让我给到它8分。如果它店内环境再干净一点的话，我可能会给它9分。但说真的，以这个价格跟这个味道的话，如果我住在这边，我会常来吃。薯条也不错，薯条真的蛮像热肉，比较偏软的那种薯条。它这个沙拉是 side dish 嘛，对不对？对，所以你也可以换别的。这样。那我的这个换成饭可以吗？对啊，那我 OK， 因为饱足感很强。美国的物价至少比台湾贵3倍，对，所以代表它这一餐如果是在台湾卖的话，就是等于是只卖100块，差不多。好，以刚刚的分量来说，可能2个人吃会刚刚好吃饱。应该会蛮饱的，2个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是大概可能5分饱左右。对，我差不多4、5分。那我们因为要去很多地方，所以我们都是以4人的分量来抓。然后我们就4个地方，然后吃完我们的午餐跟晚餐。但是如果你的沙拉是点饭，就会更饱。对，就大概会到6、7分。对，价钱应该是一样的。这间我觉得可以，价钱 OK， 然后味道也很棒。这边我们现在在的是 Koreatown，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下一家也是在 Koreatown， 然后是台式料理。我们来试试看，对，在美国的台湾的米其林 ，OK， 会长怎样？好。我们到第2家了，没有错，它叫做刘家小铺 Liu's Cafe， 很近欢迎光临。它的服是倒下来的，倒过来的服，这很台湾。这间比较有米其林餐厅的感觉。我觉得它整体店铺就是它不是那种很高级的，可是我觉得它有它自己的特色。而且我刚才看到还有黑松沙士，对，就是跟上一间比起来，这间比较会让我觉得这是米其林 experience。它这是什么？嘉义鸡肉饭。我要鸡肉饭，我要卤肉饭。卤肉饭好，卤肉饭。我看一下这样是多少钱？80块，80块加上 tip 87。可是因为我们有点一个 Hong Kong style French toast， 那个最贵。对，可是我感觉它是蛮特别的，因为就照理来说，西多士你以为会在小点，结果它是在主餐那边，我想说就点一份，对，然后这个就要40块，对，所以其实拿掉这个，我们其他的蛮便宜的，因为它的鸡肉饭也只要9块，对，然后它的卤肉饭9.5，所以其实都算是，可是卤肉饭9.5，在台湾谁会花300？这也是台币吃1碗卤肉饭，除下来，我们这个每一个人价钱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就一个人差不多10块钱，差不多。这里的摆设好漂亮啊，饮水思源，这应该就是对 Water Fountain。整间店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绿色跟木色调，洗净之所。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他们的厨房，你可以直接看到他们在料理。哇 ，OK， 它的卤肉饭是铺的薄薄的一层，这样子一整面，然后还有一些腌制的小黄瓜。鸡肉饭的话看起来也不错，它这个鸡肉好像有腌过哦。这是它的凉面，凉面有一些辣椒油，上面是香菜吗？对，
它上菜速度超快。对，我吃一口韦伯的那个鸡肉饭看看。我超爱腌萝卜，腌萝卜超好吃。哦，它里面全部都是水。那我就是跟你一人一口喽。Cheers。哦，它鸡肉饭超好吃的，我觉得它有点像是鸡汤饭的，鸡油汤泡饭，鸡丝也非常的入味，很有那个油葱的香味。喜欢吃肉燥饭的人一定会超级喜欢吃它这个卤肉饭，因为它瘦肉很多，而且它是有卤进去的，咸甜适中，我觉得整体吃起来蛮赞的，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卤肉饭是会停不下来的。你对它鸡肉饭评价很高哎。对啊，这个水量很多你看它是整个都是水。它的鸡肉饭我觉得很特别，是它的那个汤汁。我好像在台湾没有吃过这样的鸡肉饭，没有吃过这么 juicy 的鸡肉饭，这么多水的鸡肉，它已经是有点像鸡肉稀饭了。很赞然后那个鸡肉就是鸡油跟汤汁混合，有点像那种浓的茶泡饭，但它是鸡汤泡饭。然后它的饭粒它不是那种煮到烂掉，它的饭粒是粒粒分明的。来，这样子9块钱。是不是跟鸡肉饭比起来就有没有比过去？对，但是它的瘦肉蛮多的。我觉得它瘦肉太多了啊，我懂。你喜欢有点喜欢的卤肉饭，我觉得应该是肥肉跟它的油，对啊，就全部都瘦肉。如果要把卤肉饭跟鸡肉饭比的话，重复再来一次，我会点鸡肉饭。鸡肉饭好吃很多。鸡肉饭我觉得是有比一些在台湾的都好吃。对，你在美国要找到一个不错吃的卤肉饭，我觉得还 OK， 就是绝对可以止渴的。可是如果说你是在找那种就是很原汁原味的卤肉饭，这可能没有到达你要的那个标准。它的饭很 OK， 然后它的酱油的味道也有出来，但是因为它就是没有肥油，它没有那个油腻的感觉，太干了。它没有那个胶质，但我也快把它吃完了。味道还是不错。对，味道是不错，白饭是好吃的。可能是因为我吃完鸡肉饭之后，我对它期待蛮高的，10块钱的那个麻酱面，这个我无法奉陪哦，因为我不敢吃香菜。哇，这个也是，你看他们这个辣椒油好漂亮。这就没有很惊艳，这个就是一般的凉面，都好吃不难吃。因为你在这边，你是拿台湾的标准来看嘛，对不对？对对对。那你觉得，如果以台湾的标准，你在台湾吃到这碗凉面，你会给它几分？我就正常分数啊，它就是凉面，因为我觉得主要可能就是它的面体比较软一点，没有到那么有嚼劲，我可能喜欢稍微有嚼劲一点的面体。最正的还是那个鸡肉，那个鸡肉饭一直念不忘。对，如果要跟上一间比，我比较喜欢这间，很明显它有它的特色。对，因为我觉得米其林它的意义是说，如果是一般的小吃得到推荐的，应该是要有基础的味道之外，有一些创意，或者是味道做得很出色。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摆盘，它的 presentation 也很重要。然后以刚刚的鸡肉饭跟这个卤肉饭，我觉得它其实有花时间在摆盘，它是把它全部都压扁，它把它布满对，把它布满，你上来是看不到饭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一家 presentation 也有做好，所以这边的用餐环境，然后我自己味道，我觉得都是还蛮 OK 的。然后一碗只要10块钱，对，这好玩好不好？其实我觉得来美国能够吃到好吃的台式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能够找到好吃的台湾料理，真的是可以让你旅程比较舒服。对，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是觉得有吃到饭。有吃到这些熟悉的味道，才是有充电的感觉。我发现一个很台的东西，一个辣油，然后一个豆瓣酱，加辣是真的会改变一碗东西它原本的风味。它这个碗其实口径蛮大，而且很深。它的这一碗饭大概有平常我们在家里拿那种碗公的3碗饭的分量，所以吃起来的饱足感其实蛮强烈的。看得出来它在一些细节有用心啊。对啊，你看那个灯，那个灯也很漂亮，因为那边是开放式厨房，看得出来里面是没有台湾人的，都是外国人在做。但它的味道还是做的蛮 OK 的。然后我觉得我吃久了之后，我对这个卤肉饭的评价有提升，是不是有越来越刷嘴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就是它的饭真的很好吃。应该说，我觉得它有点甜咸适中。其实我这次来发现你蛮能吃的，你不是一餐会吃到很多，可是我发现你也是会，就是每一餐吃一点，可是你都会把它吃完。对，我会尽量都把食物吃完。对，我在看这个影片的观众，大几率应该是在台湾看的。如果你现在的晚餐刚刚好是卤肉饭的话，这碗300块钱，你会觉得自己手上的卤肉饭突然变得超级的物美价廉。没错，对，物超所值。跟上一家比的话，这家的味道我更喜欢。我觉得上一个它是比较 classic 的 LA， 就是你们如果有看那种 LA 很 classic 的电影里面的那种快餐店的感觉。然后这一间就是装潢就蛮现代的，然后有做出它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很值得得到米其林。
好，我们来到下一餐。嗨 Hello 这是黄蓉。我上次应该一起拍片，就是反正他很喜欢 Love， 然后我有跟 Love 拍片，然后我就找他来现场。你没有出现在影片里面啦？对啦对，你我有就只是去看去看到他这样子。好，反正呢，因为现在黄蓉呢，他在 USC 读硕士，所以呢，我就想说中间有一餐可以一起跟他来吃。然后这一间是唯一有得到1颗星的，然后它算是也是非常 affordable， 然后这边很多人，我们大概排了快要1个小时才能够进来。这间它是墨西哥，是吃 taco 的，你有吃过吗？我之前有一次下课，我跟同学来吃这家，真的很好吃。哎呦，在美国吃到最好吃的 taco 吗？我觉得这个 taco 你会没有办法想象 taco 可以做到像这个样子。哦，这么厉害。OK， 好，那我们来期待一下。这间叫做 Whole Box， 然后它是在一个有点像 food center 里面，然后它就是这些位置都是 free seating 嘛，然后也有不同的摊位，但就只有这一个餐厅它是有自己的排队线。排队完之后到那边点餐，然后再自己找位置。然后这个我有先查过，它一个 taco 也大概就是10块，不会到太贵。Fish taco? Yes, soup. Yeah, we'll have soup right here. Oh, soup. Okay. 3 tacos, 2 soups, 1 ceviche, 1 lemonade. One lemonade. 我们一共点了3个 taco， 然后还有点汤，然后还有点 ceviche。ceviche 是他推荐的 ，ceviche 要20，比较贵一点。最贵的。对，这边的 taco 最便宜的话5块钱就有一个了，还蛮便宜的。因为其实 taco 标有一些 taco 也要5块钱。对，所以我觉得它算是真的还蛮经济实惠的。最贵的 taco 也才8块钱，那就是5块、6块、8块钱这样子。好，我们来吃吃看。这是我们的 ceviche， 亮亮的，它就是那种用柠檬汁可能腌制的鱼生，然后里面是有 shrimp， 有 octopus， 然后有 onion， 可能有一些鱼吧，然后一堆酪梨，等于是散的 taco。对，就脆的，因为它其他我们点的那些，它的皮是软的软的。哦，这个是玉米的。又是玉米饼，我不要玉米饼。玉米饼把我人生中美好的事物都带走了。真的，你喜欢吃玉米的 taco？ 我觉得还不错。我不太喜欢吃玉米 taco 的味道，除非它是炸，它这个是炸的就可以，因为它是硬的脆的。但如果它是软的，刚压出来，我觉得它就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味道，它就是玉米饼的那个味道。哇，这个很丰富哎，难怪这个要20。而且我觉得这边吃最大的感觉，因为它几乎都是海鲜的嘛，对，就是很新鲜。哦，它的肉好扎实哦 ，Q 弹的那种新鲜的海鲜。因为它的调味刚刚好，它的那个柠檬，你吃得到柠檬的味道，但它又不会盖掉海鲜的那个新鲜的味道，对，真的很好吃。它的海鲜都是很大一块的，所以你吃起来很有在吃肉的感觉。你看这样子一大块，全部都是章鱼，而且因为这个玉米饼啊，它是炸的，所以它没有那个怪味，我不喜欢的玉米饼的味道，不能说是怪味，但就是我不喜欢的味道。我觉得加州超级常看到酪梨的，对啊，他们早餐很常会是酪梨吐司，还有什么 avocado milk， right， 然后还有那个 guacamole 啊 ，guacamole 也是就是酪梨酱，然后很常会拿来配一些可能 chips 啊或者 tortilla 之类的。因为它这里面有那个鱼块，我想到了我在那个复活节岛有吃到了 ceviche， 难怪这个字这么熟，就复活节岛的那个酸鱼片。它就是一个南美洲的料理。3个 taco， 最便宜的是这个鱼的 taco 最便宜，然后 shrimp 对，它的 taco 皮是黑色的，是软的黑色的，哦也是玉米的 taco， 但不知道为什么它是黑色的。我原本想说它最便宜，它应该会比较小份，看起来比较简单草率，但其实也没有，它鱼给很大块，超大一块的，这么大一块的鱼，这个很划算的。这样子5块钱，光是这一个鱼排，可能在外面就要10块钱了吧？它是玉米饼皮，它有那个玉米饼的味道，没有到很重，但还是有。哇，鱼很新鲜啊！对，我觉得这家最棒的就是它食材很新鲜。哇，鱼好棒哦！因为它的鱼很厚哎。我觉得它以玉米饼皮来说，味道算是蛮淡的了。我是觉得它的调味都很刚好，它就所有东西你都吃得出来。还有虾子，我原本看这个皮以为它会油耗味很重，
没有。但它很鲜。啊，最后一个，它其实都蛮大份的。对，我觉得以这个价钱，真的口味就是这样子，你无法挑剔。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个没有炸过的，对，因为它这个炸皮比较厚，所以鱼肉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扎实。好，我们最后来吃汤。这个汤在点的时候啊，它我记得是20块，然后觉得说有点小贵，但拿到实体之后，就觉得它上面的料好像算有值得这个价格。看起来蛮丰富的，一整块鱼啊，然后有蛋菜。好，我们来喝喝看。我是很喜欢喝汤的一个人，去餐厅只要它有汤的话，我都会喜欢点来喝喝看，特别是那种浓汤。我自己其实是不喜欢喝汤。不喜欢喝汤为什么？因为我很怕烫。哦。然后汤每次来都超烫，我就要等超久，可是我就冷的，又有点，就可能味道会有点沉淀或什么。它没有很烫。那它蛮好喝的。我觉得算是口味比较重的。也辣辣的。对，会辣。感觉它里面有加一些淀粉，它是浓汤，然后海鲜的味道煮进去，算蛮入味。他说面包加进去，还可以沾面包。那这样其实光吃这个可能就会觉得很饱。对啊，如果你没有很饿的话，因为它面包是一整碗，里面有3个，它里面有个熟悉的味道，是番茄吗？我觉得它有点罗宋汤。罗宋汤有一点，就番茄洋葱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完食。完食，真的是不愧它的这个美名因为这家是我看到最多人 cover 的，就是很多 YouTuber 都有拍，然后很多人就吃完之后都是赞不绝口。它其实应该是最贵的，因为这是第3家，但我觉得它的好吃程度跟它那个分量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如果有想要吃墨西哥菜的话，在加州可以吃这家，真的要吃。马上又到下一间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2间要吃，然后我们再找回 Donna。这2间因为都离 downtown 比较远，所以需要 Donna 载我来。但是这些没有，你是好朋友，你是很好的、很会开车、最会开车的朋友，对。然后接下来这2间呢，也都是很便宜，然后是米其林推荐，然后也是不同的风格的料理。我们有吃了南美洲的台式、墨西哥，然后接下来这家是泰式。好，米其林2024、2025，它这间又是在一个有点像 shopping mall 的中间，所以它门口就一堆停车格。LA 真的是没有车，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Hello。3 For 3, I have the table over there, right here. 我们看它的菜单。好，它这边的菜呢，大部分都是10块出头，所以也没有到很便宜。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它最便宜的是什么。它的船面大概8块，这也太便宜了吧？我觉得可以点一个船面。我现在每个餐厅都点一个他们最便宜的，然后其他就是再点一些看起来有兴趣的。在洛杉矶，你可以找到一个完整的菜，然后是10枚以下的，我觉得都已经算是平价，而且加上它又是米其林，所以就觉得今天这一整系列的餐厅都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它是有很多选择的。我们在点的时候发现它这里有各种面可以选。哇，这个超级香的耶！它上面这个辣椒油超香的，而且这里动作超快的。我们真的是刚刚才点完，但不到3分钟就上菜了。这个龙眼的果汁也太多料了吧？这个料是它的1/3都是料哇，好甜哦！好，我的船面也上来了。船面它虽然最便宜，但很明显它很小碗，然后里面是我刚刚挑的那个米粉。很好吃，很有味道，其实不会太咸。然后它里面还有炸猪皮，整个很香。我觉得它这个算是沾面了，它的这个汤非常的浓，会沾到整个面上面，全部都是汤。这好像是猪肝，对，是猪肝呢。我最讨厌猪肝了，这碗直接扣10分，好多有的没的东西耶。一下猪肝，一下猪肚，但我不是点牛肉吗？怎么里面是猪肝跟猪肚？好，最后一口。对。我觉得这碗好吃是好吃，但是它真的有点太小碗，我可能可以吃到4碗才能吃饱。这样子算来，如果这个8块的话，我会觉得没有上一间那个 taco 来的划算。这个还比较划算，因为这个比它多10枚，但它有3大块肉，然后还有这么大一碗汤，3大块肉。那这个肉整个直接从骨头这样分离出来，蛮嫩的，蛮嫩，但是我没有到很喜欢它的调味。它是嫩的没错，但是它这个味道可能是它中药材的味道，我没有到那么习惯。
你这个肉量真的是还蛮划算的，就可以3个人一起吃，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很多肉。然后再点一个主食，其实我觉得蛮好的。这是肉的腥味吗？你有吃到那个味道吗？那个肉的味道？我觉得肉蛮好吃的。蛮好吃。我也觉得蛮好吃的。我后来吃一吃，觉得那个不是中药材味道，就是那个肉本身的味道。每个地方的肉可能味道都不太一样。最后来喝一下这个汤。哦，好辣哦！它是清汤，但是好辣，是有点那个公鸡辣椒酱的味道，那个 sriracha sauce，对不对？它是这样子的清汤。我其实有点难分辨它这个是不是道地的泰式口味，还是说它有改良一下。我不准，因为我们去过泰国。去泰国好久以前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吃不太出来。有泰吗？汤蛮泰的。好，这家完成。我们来到今天便宜米其林的最后一站，它的名字我不太会念 ，Jala Huts。听说这家店只有卖一种食物，是一种青菜卷饼。哦 ，OK， 在这边擀面，然后这边制作 ，OK。哦，所以它这也是素的，它就是一种蔬菜卷饼。米其林，哇，它里面超多菜。专精一道菜的餐厅，他把它包起来之后进去烤。好，简单明了。它是什么菜？它是青菜，非常多的菜。它连 lemonade 里面也全部都是菜。它这边就是一个蔬菜主题的餐厅。它算素食餐厅吗？它是素食。哦 ，OK， 素食 friendly。哇，这个薄荷味好重哦，这好像那个摩洛哥的薄荷茶。哦，他说 12 types of greens。哦，所以里面有12种不同的蔬菜，然后这一个是8块钱，8块钱这样2个，其实也是还蛮多的。那你8块钱要买这个还是刚刚那个面？这个啊，这个先吃完再说。这个啊，这个先吃完再说。你要买这个还是刚刚那个面？我要买船面，就是菜。我以为它会，我以为它会更有一些咸味，有啦，有点到后面有点咸味。那你第一口会，就像你吃了一把草。我觉得其实蛮有层次的，就你吃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我觉得有层次是真的，就是你第一口吃下去之后，你后面的味道会有点不一样。对。可能它里面放的菜种有很多，所以你吃到后面会有不同菜的味道跑出来。不难吃，但是我觉得第一口会有点震惊。Ariel， 你以为你逃得了吗？你以为你刚是想说？我刚对。你以为你在镜头外就不用吃吗？我们每个人吃的第一口都是先皱眉头。它的饼皮很有味道，它饼皮是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饼皮里面夹任何东西都会很好吃，只是说它里面夹这么多菜，你会先有一个冲击感。它的那个层次是一波一波出来，它那个菜的其实是好吃的。因为我刚刚第一口真的只有 pickle 的味道，现在没有什么 pickle 的味道。我觉得它大宗是不是菠菜啊？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吃完会小小空虚。有一点，有吃到什么又没有吃到，但我觉得它的口味真的很特别。然后它很有那个橄榄油的味道，橄榄油它里面应该有加很多橄榄油。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就你会越吃越好吃，对，越吃越好吃。其实还不错，因为它菜韭菜吧，可以这么长我觉得一定有菠菜，一定有韭菜，可能 maybe 有葱，然后有一个某一个 pickle 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用力过猛的葱油饼，葱的那个部分大概多20倍，有一点点像韭菜盒子。哦，韭菜盒子，真是一个神奇的食物。第一口吃到最后一口，居然是倒吃甘蔗的感觉。就你习惯它之后，你开始慢慢可以 appreciate 它的好吃。我会推荐别人，如果他爱吃菜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蛮不错可以来尝试。只是我一直搞不懂它是什么样的料理。我刚刚去问老板，说是亚美尼亚的料理。亚美尼亚在哪？亚美尼亚应该是在中东吗？它应该是伊朗、土耳其那附近的一个国家吧。OK， 我跟你讲，它有猜它可能加的东西。哦 ，parsley， 它有香菜耶，巴西里香菜、石螺、青葱、菠菜有猜到。甘蓝、薄荷、罗勒，有吃到薄荷的味道。薄荷，然后罗勒，对，因为吃起来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罗勒意大利面的味道也在里面，一点点凉。对，然后刚刚老板说这是一个他们国家很传统的一个料理，然后大家会把它当作，因为当作是米饭，
然后米饭哦对，就是他们的那种主食淀粉主食。我觉得我应该会再回来点。我觉得他已经把它做得很好吃了。对，我可以想象这个组合各种更难吃的方式。对，我觉得菜的比例可能也会有差。对，或者是你饼皮不够薄。对，我们这5间刚好都是不同的国家的料理，在洛杉矶吃到一个异国料理。好，那我们 LA 便宜米其林的特辑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觉得我自己的排名应该第1名最好吃、最惊艳的嘉义鸡肉饭。我觉得它比起一些我在台湾吃的鸡肉饭还好吃，所以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然后 CP 值最高的话，我应该还是会给那个 Whole Blocks， 就是在 USC 旁边的那个末世，因为它真的5块钱上面有一个完整的鱼的一个很大的 taco， OK， 我觉得很划算，然后就是味道也很好。你觉得最普通的？我觉得最普通的好像会是泰式哦，真的吗？我觉得泰式，因为可能泰式我不喜欢那个肉的味道，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那个第1家那个烤鸡也是，我就觉得这个味道可能在其他地方可以也蛮容易的吃得到，没有到非常的特别。那这样子这个菜饼可以到第3呢？我觉得这菜饼实在是因为以前没有吃过类似的东西，所以你无从比较。对，你不知道说这个它是做的好吃还是，因为它也不难吃，对，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可以做成这样，好像蛮厉害的。那今天所介绍的这几家呢，几乎全部都是一餐$10左右就可以搞定，然后也都是有得过米其林的殊荣。它是散播在 LA 这个很大的城市的不同的点。但是我会把所有这些餐厅的连结都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如果之后来 LA 有兴趣去探店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那这期频就到这边结束喽，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